被人一脚踹下飞船，砸成智障。小白除了飞艇上那张狂笑的脸，实在想不起属于原神任何记忆。一行人从青之王手中逃走后，塞普特斯在各个路口布控，但截至目前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。对方不仅避开了所有监控探头和青之氏族的耳目，就连指挥通缉的福建都束手无策。他们能做的也只有继续包围学院岛。毕竟小白猫狗双全，还一个比一个厉害。案件本身就非常棘手，市里将炸了致死量红豆沙的点心推给市长，正巧福建来报告。东莞区一位负责追踪调查的成员被小黑袭击，通讯器材被抢走，并在现场留下了一张写着1400的字条，所指的应该是14点会和他们联系，距离14点还有15分钟。市里让福建坐下来一起等，看了一眼市长面前的红豆沙，福建默默选择远离，并提前通知本部小队做好紧急出动的准备。14点整，市长的铃声响起，打电话联系的人果然就是小白，这是他目前唯一想到不被逮捕的通话手段了。毕竟被抓进牢里再喊无辜毫无意义。虽然如此，但在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市里就已经开始追踪他的手机定位了。小白长话短说，告诉市长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都和飞船上的长发男人有关。如果市长能让飞船上的人下到地面和他对峙，他就会去自首。话虽如此，但市长怎么能仅凭他的一句话就干预那个男人的行动？而且凭借小白的狡诈手段，一旦他自身遇到危险，小黑和猫女肯定会出手相助。但市长最终还是答应了小白的要求，他会将飞艇上的男人第一王权者白鹰之王阿道夫·威斯曼逮捕归案，并安排他们进行会面，但要求是他们3人一起到场。在和小白通话的同时，福建根据定位带人出动实施逮捕，在各个出口设立关卡，严加排查，很快锁定了小白所在的货车车厢。虽然他们打不赢小黑和猫女，但只要控制住手无缚鸡之类的小白就行。然而一掀开车帘，里面却是空无一人，只有一台早已设置好的手机，而真正的小白一行人此时正躲在货轮里顺着水路而下。过去3小时内，塞普特斯与白鹰之王的通讯请求全部都被无视，该做的步骤全部做完，市长当机立断决定逮捕白鹰之王，出动的人数足有全部成员的半数之多。据加剧都陨坑事件过后，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兴师动众。但是按照120协议，他们对白鹰之王所属的飞船天国号没有搜查权限，于是市里提议先联系第2王权者黄金之王征得许可。但市长知道，哪怕有再充足的理由，黄金之王都不会允许他们对白鹰之王动手，倒不如他们攻其不备，来个措手不及。市长绝不是因为小白的一句话就草率行动的，倒不如说小白的请求只是这次行动的导火索，他早就注意到了白鹰之王的可疑之处。过去数十年间，天国号在空中按照15种固定路线巡航，飞船会依照气候条件找出最适合的飞行路线。然而维持了数十年的飞行路径，却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开始剧烈变化。起始时间正是多多良遇害的那天，而且就在昨晚，飞船路过了他们逮捕小白的体育场，所以就此推断，白鹰之王有杀害多多良的重大嫌疑。和平谈判失败，市长准备采取强硬的武装手段镇压，数辆武装直升机飞往天国号待命。3分钟内，若对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就强行登船。而身处飞船之上的长发男人早有预料，抱着狐狸面具的人偶翩翩起舞，他想要的正是混乱。小白和小黑靠着猫女的能力抢了一辆直升机混入其中。关于这位神秘的白鹰之王，小黑也知之甚少。他是众王之始，天上的监督者，与地面统治者黄金之王并驾齐驱的存在。小黑有些担心，就算他们能顺利登船，但面对数量众多的塞普特斯成员，带着白鹰之王成功逃脱的概率也非常小。猫女不耐烦地继续等待，直接拽了一把小黑的方向盘，抢先开团，导致直升机直直撞向飞船。而就在直升机靠近的瞬间，长发男人引爆炸弹，霎时间整座飞艇被火焰淹没，朝着地下直直坠落。1945年1月，德国德累斯顿，德累斯石板前，一群科学家们正在进行一场实验。名为威斯曼的年轻博士带来了一只背上带蓝圈的小白鼠，在石板的影响下，青色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浮现。原本分散的迷宫的小白鼠像是受到某种召唤，动作统一的跟着蓝圈鼠跑出迷宫。来自日本的中尉惊讶不已，忙问这种力量能否显现在人的身上。威斯曼表示，在人身上就不止如此了。生物与石板的共鸣强度和脑神经的复杂程度成正比，人类获得了特异能力比动物强大得多。简而言之，超人军团就此诞生。不过威斯曼否认了这个说法，他认为德累斯石板带给人的应该是幸福，而不是被作为战争机器。但是话音刚落，拥有红色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实验台突然爆炸，红圈小白鼠死亡。姐姐克罗地亚嗔怪弟弟惹麻烦又乱说，他们可是靠着这个实验才能领取到国家补贴的。教训完弟弟才发现被外人看了笑话，姐弟们笑成一团。中尉看着姐姐默默红了脸。一场空袭过后，德累斯顿成为一片废墟。中尉顺着白色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找到了威斯曼姐弟，不过姐姐已经因为这场空袭失去了生命。3月后，战争结束，德累斯石板被运往日本，万念俱灰的威斯曼躲上飞船。天国号在日本上空盘旋半个世纪之久，却在今天突然坠落。此时
事很快引起群众的热议。不过，对于飞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就连当事人 Scepter 4都不太清楚，因为他们刚赶到飞艇现场，已经被头戴黄金面具的兔子接手了。那架擅自行动的直升机跟着坠毁，但驾驶舱并没有发现遗体。原本应该乘坐这辆直升机的驾驶员，在原本的机场被发现，神志恍惚，被丧失记忆。天空船坠落事件丝毫没有影响到伪中学筹备学院季，大家都缺人手，忙得不可开交。三科下意识总是想找那个人帮忙，似乎总有一个人一直很闲，而且一直在附近。但不管是三科还是局里，都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。仓库被塞满了，局里借用了宿舍的空房间存放戏服。几人进入原本小白所在的宿舍，才发现这里充满了生活的气息，就像是一直有人在住着一样。局里捧起桌子上的电饭煲，那个他们一直想起却又想不起来的人到底是谁？市长前就会见黄金之王国长路，他手下的兔子将白银之王的遗体回收带回。作为万王之始，威斯曼的属性为不变，半个世纪仍有青春永驻的力量，但如今不死之王却死了，事件依旧疑点重重。市长希望国长路能将威斯曼的尸体交给他们检验。黄金之王将手摁在威斯曼的棺材上，一拳黄金的力量荡漾而出，他用行动拒绝了市长的请求。即使年事已高，他仍旧是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黄金之王。Scepter 4的监狱里，一只电话突然摔在尊的面前，话筒凭空飞起，一只白色的狐魂从中挤了出来，表示自己就是杀害多多良的真正凶手，还扬言要对八田和出云动手。见尊哥依旧不为所动，狐魂更是变本加厉，居然把主意打到了安娜头上。听到这里，尊终于睁开了眼，狐魂奸计得逞，一溜烟钻进了尊的意识，自鸣得意的在一片燃烧的火海中大吞特吞，试图抢占对方的身体。然而尊的眼中红光一闪，恐怖的火石咆哮朝狐魂张开大嘴，把狐魂吓得溜溜烟逃回学院小岛的小白宿舍。只听轰的一声巨响，整座房间发生了爆炸，一只白色的面具掉落局里面前，摔成两半。逆追中锁定对方位置后，尊轻松熔断了手上的镣铐，恐怖的火焰在周身燃起，轻轻松松轰碎了整栋建筑，大摇大摆走出了正门。虽然市长下过令，市之王走的时候不准阻拦，但是尊就这样轻松的走出青蒙的地界，他们还要不要面子？然而周防尊要走，就没人能留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的攻击手段都不堪一击。红色的火焰卷起恐怖的龙卷，霎时间将挡在前路的一切毁灭殆尽。冲天的火焰引发巨大的爆炸，福建挺身挡在势力面前。然而看着尊在面前走过，他却没有上前阻拦的勇气。尊一路走向早就等候多时的废物罗。安娜跑上前牵起尊的手，赤之王回归，目标学院岛。